全网都在等的魅珠卡珠事件终于来了。随着魅珠的长大，这个外卖窗口相对于她来说显得越来越小了。就在昨天，魅珠再次翻窗越狱时就卡在了窗口。现在魅珠的头还伸得出去，但是因为翻窗时前肢要用力，肩膀是打开的状态，她是卡在了肩膀的位置。但如果不是饲养员过来关上了窗口，以魅珠的聪明劲儿，摸索一会还能翻出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其实在前2天，魅珠就出现了卡珠的迹象，上次卡的是屁股，只见魅珠半挂在窗口上，任凭她的小脚丫怎么扑腾都无济于事。虽然魅珠对于这件事充满疑惑，但全网的叔叔姨姨们都乐坏了，毕竟他们在魅珠翻窗越狱的第1天就开始等魅珠卡珠的时刻，也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魅珠从踮着脚尖才能趴在窗口上，到现在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1个头尖了，不得不感叹魅珠的成长速度。但魅珠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在前段时间，她从翻窗越狱出去后的第1件事就是站起来啃窗口的边缘，看样子她是想把窗口扩大一些，而且上面已经有很多被她啃咬的痕迹，但她的小奶牙怎么可能啃得动？魅珠最后也只好无奈放弃了。后来她就学会了新的越狱方式，那就是开门从员工通道溜出去。魅珠真的特别的聪明，她小年纪竟然就有模有样的学会了开门，以后饲养员都要防着魅珠了。不知道魅珠再长大些会不会学会开锁呢？萌对魅珠的抗摔打训练开始了，果然就连天才熊猫宝宝也逃不过这一关。这天魅珠飞速爬上木架，萌萌则紧追其后，直到魅珠被追到无路可走，便回头用非常弱小无辜的眼神看着妈妈。萌萌也是二话不说直接步入正题，但他并没有把魅珠从树梢处扔下，而是叼着魅珠的头套退着往下扯，直到他感觉高度可以时才把魅珠扔下木架。所以说别看萌萌平时挺虎的，其实心里还是有数的，而且他现在还可以做到把魅珠从上面拖下来，然后稳稳地接住抱在怀里，即便是看到奶爸过来了，一时嘴馋丢开了怀里的魅珠，也会用脚稳稳地拖住，不至于摔到它。其实萌萌对魅珠的抗摔打训练都是小打小闹，和别的熊猫妈妈比简直就是过家家，而且更多时候萌萌也懒得动弹，但奈何魅珠自己是个卷王，很多本领都是无师自通，小年纪就会做引体向上了，这强大的臂力真的是不得不佩服。展区里的大树也是魅珠自己学会爬上去的，而且他刚满半岁就到处标记领地，还把妈妈给标记了。所以当他听到危险的声音时，他不仅没有躲起来，而是挺身而出挡在妈妈的前面。真的不敢想象年仅半岁的魅珠就可以保护妈妈了，不知道魅珠到底还会带给大家多少惊喜。老五，就没有一位姨姨能帮我报警吗？嗨，算了，这班不上也罢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有大飞机被抬走，小五扶树嚎啕大哭，经由敞篷汽车拖去维修，小五继续嚎啕大哭。前几天坐在车里有多嘚瑟，现在哭的就有多痛。估计小五心里有一种当了10天半的长安大柿子，一觉睡醒又被贬回平民的感觉。小五每天都在卖力整活，努力挣来的家当却都不翼而飞了。小五躺在木架上翻来覆去，实在想不通，内心 OS： 难道我莽小五的熊生只能在得到又不断失去中度过吗？现在就算莽妞妞突然消失了，我都不稀奇。小时候爬树困难户的莽小五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命中情树，并且成功登顶，结果第2天小树就被墩墩奶爸砍了。后来粉丝一送了他一辆大飞机，小五和莽妞妞都很喜欢，母子俩每天都在为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天气逐渐变热，元芳害怕他们娘俩会中暑，就给抬走了。第2天发现大飞机不见的小五伤心欲绝，幸好当时有满院子的草飞为伴，但后来因为元芳考虑草太高有安全隐患，害怕有游客丢下的东西不能及时发现被小五误食，所以小五一觉醒来草飞又不见了。看到院子里光秃秃的小五，趴在充电桩上 emo 了好久。后来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一辆大跑车，母子俩都挺喜欢，整天上演夺车大战，而且短短几天小五就会单手开跑车了。看着这嘚瑟劲儿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。然而因为跑车需要维修，小五一觉睡醒跑车又不见了，老是这么弄，吓得孩子晚上不敢睡觉了怎么办？跑车被拖走后，莽妞妞和莽小五互相责怪，小五认为是妈妈偷偷把跑车藏起来想自己玩，而莽妞妞认为是儿子不争气，还没玩几天汽车就被收走了。小五为了报复莽妞妞，还从木架下面偷袭了她。躺在木架的莽小五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。小五心想，对，没错，以后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，
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程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。因为他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程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程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程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一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一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程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程实一反常态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一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程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程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程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司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程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程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程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野培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，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